我叫肖尔康。刚刚主持人介绍了我是诗人、作家、城市隐者。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什么叫城市隐者。城市隐者就是一个人跟一个人自己讲话，一个人待在一起和自己讲话。我的 slogan 是让爱流动，有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每年的2月初1，我都去行脚。春天开始，我会从这一个地方走到那一个地方，在天地之间与大地待在一起。人在天地之间啊，自己就觉得慢慢的变得很渺小。无论是什么样的环境，我每年都有15天这样的行程。只要设定好目标，我一定要走到底。行脚是我的人生功课，也是我的工作。在这些年行走的过程当中，我有收集了很多的故事。但这些故事当中呢，有一个非常普通而又特别的故事，它给我很深刻的指导，就是一碗白开水的故事。大约在10多年前，我去西安的终南山访道，从大庾口走到终南山茅棚，大概需要5-6个小时的路程。我背了有20多斤的面粉，还有20多听的红牛饮料。走了2个多小时以后啊，看见半山腰有一间小房子，房子上面有一块木板，木板上面写了3个字：大排档。门口有位阿姨，白发慈祥的坐在那儿，远远的就招呼我。我看到有一张小桌子，2张小板凳，就坐了下来。阿姨问我：“你从哪儿来啊？”我说：“南京啊。”她说：“访到了。”我说：“是啊。”你去哪里呀？终南茅棚。哦，她说还有2个多小时的路程哎，再喝杯水吧。所以他到屋子里面呢，就给我倒了1碗白开水。在那个当下，我确实很疲乏。我接过白开水啊，仰头就把它喝下去了，很解渴。所以感恩之心啊，油然而生。然后我就掏了5块钱给阿姨。这个阿姨说：“不要，你是远方来的客人。”我一想，他是这样的这个诚实的善良的人，我更应该给他有所表示，这样以后到终南山访道的人啊，他就可以洗洗脚在这儿，还会受到很好的接待。所以这样呢，我说：“阿姨，请你再给我倒1碗水吧。”她很高兴，到屋子里面去倒水了。趁着这个功夫呢，我就从口袋里面掏了20元的纸币，递起来，放在手心。等阿姨从屋子里面把白开水给我的时候，我就喝了半碗，然后我把纸币呢就压在碗底，这样我就告辞了。大约过了半个月以后啊，我从终南茅棚下山，正好碰到阿姨在门口，阳光普照，她看见我面带微笑，那个场景非常的美。她来啦，
我说是啊。他去哪啊？我说下山啊。他坐一坐，坐一坐。哎呀，我也很开心，就坐了下来。我心想，今天他再倒一碗白开水给我，我还会给他20元钱。这时，阿姨回屋子里面倒了一碗白开水，出来了。同时，她拿了一张纸币，那张纸币就是我给她的那20块钱。当时我有点震撼了，我就跟她推来推去，一个要给，一个要拒绝。她跟我生气了，她说：“你再这样，以后你不要来了。”她那种朴实的感情啊，打动了我，我自叹不如。这时候我就想起我的爷爷，我的爷爷经常跟我讲，做人不能忘记根本。很小的时候我就想，搞不懂什么叫根本呢？我现在想，阿姨啊，她就是那个有根本的人。我的爷爷非常喜欢帮助别人，在村子里面有些年轻人啊，刚刚成家，缺少一些资粮，他都会帮助他们，给他们面条，给他们大米，有时候还给他们种子，告诉他们播种的经验。他经常鼓励年轻人不要怕，慢慢来，一切都会好的。所以他在村里村外啊，他都受到非常多的尊敬。他每天都面带微笑，很快乐。我现在就慢慢就懂了，因为他分享了他的爱，分享了他的慈悲，所以他的内心就很愉悦。他的内心有一个根本，所以我就误解了钟南山的阿姨，误解了他的生活的智慧。他虽然在钟南山，他有他独立的人格，有他独立的思想。所以白开水的故事嘛，他给了我很多启发。我的大学时代，有一位女生，她同样的具备这样的智慧。那时一个宿舍里面有7个同学，我的这位同学呢，他们寝室里面7位小姑娘啊，相处得非常好，互相帮助，互相学习，有时候一起去洗衣服，一起借阅笔记，情同手足，情如姐妹，号称7仙女。可是有一天发生一件事情，故事的主人公小红啊，收到了学校的3000元奖学金，宿舍里面一下炸锅了，大家就吵着闹着，小红请客，你要去请客，闹得最凶的就是小魏。结果小红很开心啊，他一下子冲到小卖部去买了瓜子、水果还有糕点，大约花了30多块钱来分享给大家。那小魏呢，家庭条件很好，平时生活就很优裕。他一看小红就花了30多块钱，他马上就说：“你太小气了吧！”这样他慢慢就号召大家，一个寝室的姐妹呢，都不要去理小红，都孤立她了。他过了很久，这个宿舍里面的这个气氛啊，就失去了往日的欢笑。有一天小魏生病了，
他躺在寝室里面，觉得无聊，他就起床，妈妈那个寝室里面的桌子，一看，不小心看到一个笔记本。哎，这个笔记本呢，是谁的呢？哎，他一看上面是小红的名字，好奇心啊驱使他，想看看。他心想，小红会不会在笔记里面说我们不好呢？小薇看到这样一页，小红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知道姐妹们都冷漠我，他们都认为我太小气了。按道理奖学金拿到手，应该请大家好好戳一顿，最好把它花光。可是他们并不知道，我妈妈生病了，没钱去看。妈妈来信，弟弟已经辍学在家了。如果说我向他们说，他们会理解我吗？他们肯定认为我是借口。有谁会明白一个山区女孩的心思呢？3000元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讲，是多么大的一笔收入啊！所以我把钱寄回家，妈妈去看病了，弟弟上学了。可是姐妹们，她们怎么能理解我呢？我只能等到有一天我工作了，我好好的请大家分享，好好的跟他们倾诉。看到这儿啊，小薇眼泪下来了。他觉得自己在小红面前啊，是真正的呢太小气的人，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渺小。所以晚上，他号召姐妹们一起向小红道歉，说对不起，我们误解你了。所以这个故事啊，它让我想到，一个人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啊，一定要保持一颗安定的心。每个人如果是能够保持安定啊，他的内心就会有一座安静的山。一个人无论发生什么，如果拥有一个安定的内心，他一定能够有自己独立的思想，会有创造性。孩子有一句诗，叫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，他就讲人内心安静以后，那种积极的状态，那种豪情。我呢，还有一段小小的体验。在大学时代，我喜欢看书，我常常从孝陵卫走到新街口，大约有6、7公里的路程。早晨去的时候啊，正好新华书店开门，然后走进新华书店一天就入进去了，读书，到晚上就回学校。那时候一个人走在路上啊，可以听到自己脚步的声音，在梧桐树下，也可以听到梧桐树叶啊那种沙沙的声音，那种感觉非常的美，很有诗意。有一天我突然抬头，我怎么发现城市的天空没有月亮？所以后来我写了一首诗，城市的天空
没有月亮。当一个人进入他的内心，他的内心非常安定，他会进入一个物无两忘的境界。今天几位老师，他们都进入了他自己的那个状态，与他的生活、与他的工作都融为一体的。曾经庄子来形容这种境界，他说：当你专注于一个事情的时候，你的心跟天地融为一体，就像树木一样，在天地间呼吸，非常的独立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形如槁木，心如死灰。很多人都以为这句话是非常消极的，其实它不是的，它是非常积极的。他讲，一个人要有一颗安定的心，能与天地相应，能够和自己待在一起，拥有一个独立的思想，拥有自己独立的灵魂，就像黄昏的天空一样，跟那时的树木在一起，无与伦比。今天我讲了3个故事，总结起来，我认为就是生命的意义在于有所追求。你有了目标，就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。当你专注于一个事业，你的内心一定会非常的安定。当你全身心投入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身心俱进，妙不可言。最后，我想用我的一句诗来作为今天的演讲的结束。在黑暗中，预知的光度照亮了我。今夜我们一起散步，远方的我正在等着我。谢谢大家。